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Pony 聊天时间，我是小夏。大家好呀，我是麦麦。哎，麦麦，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一转眼又要过年了。对呀，我最喜欢过年了，因为可以放假，吃好吃的，还有红包。对，小孩子最喜欢红包。那我们今天就聊一聊中国新年的准备。好呀，我觉得这个话题超有意思，因为每个中国家庭过年前都会忙得不得了。没错，那我们先教大家几个今天会用到的词，好不好？可以呀，那我先来一个，准备这个词，大家可能听过吧？准备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前先安排好，比如准备吃饭，准备出门，准备考试。对，比如过年前，我们要准备打扫、买年货、贴春联，这些都叫准备。说到准备，第一个一定是打扫卫生。对，因为在中国有一个说法叫扫尘迎新。哇，这个成语好听，扫尘迎新是什么意思呀？就是把旧的一年的灰尘、脏东西都打扫干净，迎接新的一年。它的意思是希望新的开始更干净、更顺利。原来如此，那打扫卫生的时候，大家都做些什么呢？很多事情啊，比如擦窗户、拖地、整理衣服、清理冰箱，反正就是家里里里外外都要打扫。听起来真的挺辛苦的，不过我觉得那种忙碌的气氛很有年味。你说的对，年味这个词很好玩，其实就是新年的感觉。比如你一闻到饺子的香味，一听到鞭炮声，就觉得啊，年味来了。呵呵呵，没错，那种感觉真的只有过年才有。打扫完家，下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买年货。对，过年一定要买很多东西。那小夏，什么是年货呀？年货就是为过年准备的东西，比如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全都算年货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家一般会买糖、瓜子、饼干，还有水果。我们家也一样，尤其是糖果，代表甜甜蜜蜜。对，还有橘子，橘子在中国也很特别，因为橘跟吉利的吉发音很像。哇，你解释的真好。对，所以很多人过年都喜欢买橘子贴福字，就是希望新年吉祥。我记得以前小时候，我最开心的就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去超市买年货，超市里到处都是红色的装饰，还有放恭喜发财的音乐。哈哈，对，那种感觉特别热闹。买完年货以后，就要开始贴春联啦。对，春联是写在红纸上的字，一般贴在门的两边，那春联上都写些什么呀？写的都是祝福新年的话，比如新年大吉、万事如意、平安喜乐。哦，那我知道门中间的那个福字也是一起贴的，对吗？对，有的家庭还会把福字倒着贴。哈哈哈，这我知道，因为倒听起来像倒，所以福倒了就像福到了。对，你真聪明。其实我每次贴春联的时候都特别认真，因为我觉得那红红的颜色特别喜庆。喜庆这个词也挺好学的，它的意思就是高兴、快乐、有节日的感觉。比如婚礼、生日、春节，这些时候都很喜庆。对了，小夏，你刚才说红包，我最期待的就是这个环节。哈哈，小孩最爱红包。那我们来讲讲红包吧。红包就是过年的时候，大人给孩子的钱，一般放在一个红色的信封里，对吗？对，红包又叫压岁钱。压岁的意思是压住坏运气，保平安。哇，这个传统好有意思。那小夏，你小时候收到最多的红包是多少？哈哈，这个不能说，秘密。不过我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睡醒就去拜年，然后伸出手，新年好。哈哈哈，我也是。然后大人就笑着把红包给你，说快快长大。那种气氛真的很温暖，对吧？对呀，我觉得红包不仅是钱，
更是一种祝福。刚才我们聊了过年的准备，比如打扫卫生、买年货、贴春联、准备红包。对，那现在我们要聊的就是最重要的一天，除夕夜。没错，除夕就是农历新年的前一天晚上，也就是春节前的最后一晚。我特别喜欢除夕夜，因为这一天全家人都在一起吃年夜饭、看春晚、放烟花，好热闹。对，除夕夜是中国人一年中最温暖、最团圆的时刻。那我们先来聊聊年夜饭吧。好呀，其实年夜饭就是除夕那天晚上的一顿饭，一家人一起吃的饭。对，而且这一顿饭特别丰盛，丰盛就是菜很多，很好吃的意思。说得好，那麦麦你家年夜饭一般吃什么？我们家一定会吃饺子，因为饺子在北方是过年的必吃食物。哈哈，对，我也是北方人。饺子的形状像元宝，所以象征招财进宝。对呀，有的时候妈妈还会在饺子里放硬币，谁吃到就会好运一整年。不过要小心，别咬到牙哦。哈哈哈，对，那南方人呢？他们好像更喜欢吃年糕和汤圆。没错，年糕听起来像年年高，意思是一年比一年更好。汤圆代表团圆，家庭在一起。原来不同地方的年夜饭都有特别的意思。对啊，中国文化里很多食物都有象征意义，比如鱼，年年有余。哦，对对对，我记得那句有余就是有剩下，意思是希望每年都有多的，够用的。对，聪明。而且鱼不能全吃完，要留一点儿，代表年年有余。吃完年夜饭之后，我们家一般就开始守岁。对，守岁这个词意思是守着新的一年到来，也就是除夕晚上不睡觉，一起迎接新年。对呀，我们会一边聊天，一边看电视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对，以前没有电视的时候，人们会围在火炉边聊天、讲故事、包饺子。现在大家一般是看春晚。对，春晚就是春节联欢晚会，每年除夕晚上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看。没错，节目特别多，有唱歌、跳舞、小品、杂技。我最喜欢看小品。我也是，有时候我还会跟家人一起模仿里面的台词，特别好玩。守岁的时候，除了看电视，有的家庭还会玩游戏、发红包。对对对，我奶奶最喜欢发红包，她说你守岁，我给你压岁钱。哼，那你小时候是不是特别期待那一刻？当然啦，而且要等到12点才能睡觉。对，等到新年钟声响起，大家一起说新年快乐。那一刻真的特别有仪式感。说到除夕夜，当然少不了放烟花。对呀，小时候我最喜欢放烟花了。不过现在有些城市为了安全和环保，就少放或者不放烟花了。对，但在农村或者小城市，晚上还会看到很多烟花，真的特别美。对，你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放鞭炮吗？因为热闹。哈哈，也有这个原因。但其实古时候的人放鞭炮是为了赶走怪兽。怪兽？真的吗？对，传说有一个叫年的怪兽，每年除夕都会出来吓人。后来人们发现它怕红色、怕火光、怕响声，于是大家贴红纸，放鞭炮就把年赶走了。哇，原来年是一个怪兽，那过年的意思就是战胜了年呀。没错，所以放鞭炮也成了庆祝的一种方式。太有趣了，我觉得这故事特别可爱。其实除夕夜最重要的不是吃饭，不是红包，也不是烟花，那是什么？是和家人在一起。对，我也觉得，虽然大家都忙了一年，但这一天一定要回家。对，很多在外地工作的人，不管多远都要回家过年，这叫回家团圆。团圆这个词也很美，意思是家人聚在一起。对，比如团圆饭、团圆节。
中国人非常重视家庭，所以除夕夜的团圆特别重要。是的，吃饭、聊天、笑、拍照，一整晚都特别温暖。这就是中国新年的意义吧，不只是节日，更是家的感觉。对呀，现在我们聊聊除夕之后很重要的环节，拜年。没错，拜年就是在春节期间向亲戚朋友问好、祝福新年的一种传统。小夏，那拜年一般是怎么做的呢？通常人们会先准备一些礼物，比如水果、糖果或者红包，然后去亲戚家拜年。哦，就是去别人家里，跟他们说新年好吧？对啊，最常用的祝福语就是新年快乐。对，还有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、恭喜发财这些吧？没错，这些都是祝福的话。你知道万事如意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希望所有事情都顺利。对，如意就是想要的样子，所以万事如意就是希望所有事情都顺心如意。明白了，那恭喜发财呢？恭喜发财就是祝别人新年发大财，生活好。哈哈哈，这个祝福一定要大声说才有气势。没错，特别是在小孩子面前发红包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说恭喜发财，然后小孩子喊红包拿来。说到红包，我觉得拜年最开心的就是收红包啦。没错，大人发红包，小孩收红包。那红包一般会写什么呢？一般写恭喜发财、福新年快乐之类的祝福语。哦，我还知道，有的红包里会有吉祥话，比如年年有余、步步高升。对，这些都是祝福，希望别人一年比一年好。我觉得发红包不仅是给钱，更是一种传递祝福的方式。对，红包象征着好运和心意。小夏，拜年的时候除了说祝福语，还有什么注意的礼仪吗？有的哦，比如进别人家里要脱鞋，表示尊重；递礼物和红包的时候要用双手，表示礼貌。对，我小时候就学过，拿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用双手。还有，拜年时要笑脸迎人，不要板着脸。哈哈哈，对呀，笑一笑，大家都开心。所以拜年不仅是形式，更是表达心意和尊重的一种方式。小夏老师，我们来总结一下拜年的常用句吧。好呀，比如新年快乐、恭喜发财、万事如意、身体健康、阖家幸福。阖家幸福这个词有点难懂，可以解释一下吗？当然，阖家就是全家人，幸福就是开心、平安，所以阖家幸福就是祝全家人都幸福快乐。哦，明白了。其实拜年除了祝福和收红包，还有好多乐趣呢。对啊，比如可以见到平时不常见的亲戚，大家聊聊天，吃点零食，还有拍照、录视频，分享新年的喜悦。对，拜年不仅是传统习俗，也是大家分享快乐、增进感情的方式。我觉得每年拜年一次，真的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和亲情。没错，这也是中国新年的意义之一。好啦，今天我们聊了拜年的习俗，从去亲戚家说祝福语、发红包，到拜年的礼仪和乐趣。对呀，拜年不仅是形式，更是传递祝福和感受家的温暖。那我们今天的 Pony 聊天时间就到这里啦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天天开心，拜拜。